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在2023年2月14号情人节这天，最新大改款的 Perodot Asia 终于发布了啦。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两个配置的最新大改款 Perodot Asia。在没有开始今天视频之前非常感谢为 Shah Alam 的 Perodot Control Showroom 邀请我来看这辆最新大改款的 Perodot Asia。对于这辆车有兴趣的新山区观众朋友，不妨可以来这边看一下。他们的 SA 联系方式我也会放在下面资讯栏哦。这个最新大改款的 Perodot Asia， 它的外观看起来比起上一代来讲就没有这么圆润啊，它比较多那种尖尖角角的设计，看起来就比较多立体感。首先，这个 AV 版本在配置上面它就有了这个 LED 的头灯。这个 LED 头灯的话，它是有 Auto High Beam 的功能里面是有一个 Daylight 的。再来就是它下面这个 Fog Lamp 错了，这个不是 Fog Lamp， 讲错，这个是日行灯。这一次它没有用 Fog Lamp， 它采用了日行灯，也是 DRL。再来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Parking Sensor。Bumper 下面呢，它是有一个黑色钢琴黑的 Spoiler， 再加上它的中网是有 Chrome 的饰条。G-Spec 的话呢，基本上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G-Spec 的话，它的头灯则是采用了哈罗针的头灯，然后它也没有 DRL， 也没有全面的 Parking Sensor， 再加上Grille 的饰条也没有 Spoiler， 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比较过松的感觉。而至于来到车侧部分其实这辆最新大改款的 Perodot Asia， 它看起来它的大小有点接近现在第三代的 Perodot MyV。但不管是选择 G-Spec、S-Spec、SE 还是 AV， 它们的铝圈都是一样的，都是采用了这个15寸的铝圈。这个铝圈的设计就跟上一代的 Asia 是一模一样的啦。其实讲真的啦，现在很多车子他们都用上了 Dual Tone 设计的 rim， 可是 Asia 还是用这个 rim， 就看起来不是很好看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看的外观，可是铝圈却配上一个旧款的铝圈，就觉得有点不太适合这样的感觉啦。然后这个 AV Spec 的 Perodot Asia 呢，这一次在 Side Mirror 也加入了这个 Signal Lamp 这个的话呢是 G Spec 没有的G Spec 的话，它是把这个 Signal Lamp 放在 Fender 这边。车侧部分它也加入了 Body Kit， 也是一个钢琴黑的 Spoiler。它在右手边的驾驶位置，它还有 Keyless Entry。左手边的话，它是没有的其实这个车尾呢，我觉得看起来有点类似，也是跟第三代的 MyV 有点相似只不过可能Perodot为了让它看起来比较有层次感，就在 Bumper 跟后尾盖的位置做了一些线条设计。身边有朋友调侃到了，这个线条看起来就好像被萝莉创出来这样子当然这个是一个玩笑话而至于在车尾部分，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V 版本它的尾盖它是有这个 Spoiler 的，而 G 版本它是没有的不管是买 AV Spec 还是 G Spec 都好，他们的后尾镜子都是没有 heater 线的。这一点我是有点奇怪不懂是不是因为 hatchback 车它有这个 wiper 的关系，所以把这个 heater 线给 cut cost 掉了。再来还有一个让我很不解，就是不管是 G Spec 也好，还是 AV Spec 都好，他们的尾灯都是采用了同样的尾灯。上一代的 Asia 它是有 LED 尾灯可是这一次的大改款的 Asia 它却用了哈罗针的尾灯。这一点我是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一次这个大改款好像是有点退步了而至于不管是 G Spec 还是 AV Spec， 这个最新大改款的 Perodot Asia， 它的后尾盖的开启方式都是采用了电磁阀的开关。然后可以看到它里面的 Spare Tire 呢是采用了铁 rim 的 Spare Tire， 不管是买 G Spec 也好 ，AV Spec 都好，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采用的这个铁 rim 的 Spare Tire。这一点我觉得 Perodot 做得很好不会因为了省 cost， 采用了5台机。Nice。然后尾箱容量其实算是还好足够你平常日常使用，像是你要载孩子去买菜shopping 都 OK。但是如果是全家人5个人远行的话，这辆车就可能不太适合因为Perodot Asia 最主打的还是在于城市的穿梭的一辆 A segment 小车。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讲这辆最新大改款的Perodot Asia 它是一辆 A segment 级别的小车，但是如果是自己 DIY 清理起来，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为了美观加上方便我个人推荐可以使用 Dudu Mat。因为 Dudu Mat 它的双层结构设计可以牢牢的把这个砂石肮脏给卡着，清理的时候也非常方便。你只要把这个 Dudu Mat 拿出来，撕开来倒一倒就可以了。再加上这个 Dudu Mat 它是通过测量你们脚踏的大小 custom make 出来的，所以安装的时候会非常贴合，会有任何边边角角多余出来的问题。
So 已经预定或者是有打算预定这个最新大改款Bedok Asia的观众朋友，如果是你们有兴趣购买这个最新大改款Bedok Asia的 Dudu Mail 的话，你们不妨可以到我这个视频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购买链接。使用这个购买链接，在2月14号到2月28号期间，你们可以以15%的优惠折扣买到这个最新大改款Bedok Asia的 Dudu Mail 啦。时间有限，切勿错过哦。而至于动力部分，都是采用了同样的 1.0 NA 搭配了 DCVT 压箱。我相信接下来Beza大改款也会加入这个 DCVT 压箱啦，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比较节省成本啦。而至于这个大改款的Bedok Asia，它的后座乘坐体验，其实我是觉得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差别啦，椅垫依然还是一样的短，可以看到我的大腿这边都是镂空的。然后头部空间我觉得还好啦，其实还有一个拳头距离，我170cm。然后它的顶部这边用上了白色，让你看起来就没有这么压迫感哦。而至于椅背倾斜角度，其实是比较偏正啊，坐起来短途 OK， 长途的话可能就不是很舒服那种感觉。只不过如果是在 AV 版本的话，它则是加入了有这个可调式的 headrace。G-Spec 的话呢，它是没有的哈，这个东西。然后你也不用痴心妄想它有些什么中间有 armrest 啊这些东西，没有，它通通都没有。只不过不管是 G-Spec 也好，还是 AV Spec 都好，它的椅背都是可以支援6/4分离倾倒的，所以平时你要载东西的话呢，还算是蛮方便的啦。至于前座的 interior 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G-Spec 的前座 interior。这个 G-Spec 的 Asia， 它的前面的 dashboard design 其实可以看到是跟 AV Spec 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它少了一些红色跟银色的这个线条，那看起来比较单调一点啦。然后它的唱机的话是采用了一个比较阳春的唱机啦，这个唱机好像我没记错是在 MyV 的 S-Spec 好像是有看到这样子的唱机，然后它是可以支援 Bluetooth 的，它是有 Bluetooth 的方向。然后冷气调整的话是采用了最传统式的旋钮调整哦，这种 analog 旋钮调整啦。当然这是一辆低配版本，它没有 push start button 啦，所以这边是用了个 cover 给盖着。然后 meter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G-Spec 的 Asia， 它的 meter 则是只有时速表，它没有转速表。没有转速表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不是很理想啦，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多少转速来达到省油的目的。可是这个 G 版本它没有这个转速表，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车子到了几千转。这样子的话，我哪里知道它是几千转比较省油，还是几千转比较耗油？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在使用场景方面可能就没有这么理想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G 版本的 Asia 它的 steering 哦，它的 steering 是比较松啊，完全没有任何的 button， 它也没有 power 的 button， 所以整个就是非常松，非常的黑色。然后在右手边这边，它只有一个开启或者关闭这个防滑的跟调整这个灯的高低的 button 啊。剩下的button都没有，所以不愧是一辆高双 spec 的 Asia 啦。而至于 AV 版本，最主打的肯定就是它的这个9寸的音响主机。这个9寸的音响主机是只有 AV spec 才有的哈。但是这个主机它的功能基本上就和 Ativa 一样啦，它不支援 Apple CarPlay， 也不支援 Android Auto， 它是只有 Smart Link 的功能。它整体的操作界面我是觉得是顺畅的，不会有那种 lag 的感觉。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 AV 版本的话，这个冷气控制都是采用了实体按钮式的，整体来讲还算 OK 啦，加上它还有记忆功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冷气控制面板旁边就是这个 Push Start Button 啦，这 AV 版本它是有这个 Push Start Button 的功能。而至于 AV 版本，第二个最主打的肯定就是这个全尺寸的 Digital Meter 啦。这个 Digital Meter 也就是和我们现在的Ativa 啊、Alza 啊、Veloz 都是采用了同样的 Digital Meter 显示。毕竟模组化嘛，开一个模，然后大家共同使用，可以省 R&D， 何乐而不为呢？再来就是它的 Steering 啊，可以看到它的 Steering 呢是有很多控制按钮啦，包括了有控制音量按键啊，或者是一些 Mode 的控制按键、Meter 的控制按键啊，都是在这边。然后在这边的右侧可以看到它这边是有一个 Power Mode 的啦。而这个 Power Mode 的话，我没有记错，好像是只有 SE 版本跟 AV 版本才会有的。至于这一代的Bedok Asia呢，在 AV 版本它是加入了可以上下调整的这个 Steering 啊。这个的话没有记错，上一代是没有这个功能啊。但是 G-Spec 没有这个功能啊。G-Spec 的话还是依然保持着不可调整的 Steering。
而至于这辆车子的前座乘坐体验，我是觉得这个椅子是偏向舒服的。它的椅子真的是比起上一代来讲，真的是有进步很多，不会给你那种很小张的感觉。加上它的腰靠也做了特别的设计，让你觉得它旁边这边哦，这个翅膀这边啊，真的是很十足啊。对于腰靠部分啊，然后整体做起来它的泡棉设定也非常扎实啊，真的。这一次我是觉得它的这个前座椅子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这一点给本多一个赞呐。而至于安全配置的话，这个最新大改款的本多 RCR， 除了 AV 版本有6颗的 airbag， 其他 spec 的话都是2颗的 airbag。当然，其他的辅助系统像是 ABS 啊、VSC 啊等等都是全车配置。而至于进阶式安全功能的话，也是只有 AV 版本才会有的，包括了有 RCTA 啊、Blind Spot Monitor 啊，然后车道偏离提醒、防撞预警，然后防撞紧急刹停等等这些功能。但是它不包括了有 ACC 跟车道维持辅助这些功能哈。如果有这些功能的话，我相信这辆车子也不是这个价位了啦。再加上啊，它的对手可能真的是不用卖了啦。好，今天这个最新大改款的本多 RCR 的介绍视频就到这里了啦。对于这辆车，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啊，如果你们接下来有打算买这个最新大改款的本多 RCR， 加上你们预算足够的话，直接买 AV 版本是最好的啦，因为它该有的东西都有了，像是6颗的 airbag， 其他版本是只有2颗的 airbag。而且这个 airbag 是外面加装不到的，不像唱机啊这些东西，你可以在外面加装。这个 airbag 真的是可以救你一命啊！当你发生意外的时候。当然，观众朋友，如果对于这辆车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也不妨可以来到VCR 他们的 Consumer Auto Showroom 这边来看一下啦。接下来我还会安排这个最新大改款本多 RCR 的试驾，到底啊这个最新大改款的本多 RCR 会给我怎样试驾体验？你们不要错过哦。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这视频不错的话呢，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一下，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我频道，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在这边也谢谢你们支持啦。好，我们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喽，拜拜。